大家好，我是 Younger。这2年 AI 火了，企业转型靠 AI，股价上涨靠 AI，数据中心疯狂扩张，但很少人知道 AI 现在正在缺货，缺的不只是 GPU，而是存储芯片。AI 服务器不是只靠算力运转，它需要高速读写海量数据，HBM 这种高带宽内存，需求暴涨。IEEE 已经指出，AI 数据中心对高端内存的需求飙升，供给增长却跟不上，结果很简单，全球存储芯片进入供需失衡，厂商开始优先保 AI。路透社报道，美光已经退出部分消费级内存业务，把资源转向 AI 相关产品。什么意思？产能不够，只能选边站。就在这种背景下，美光宣布，未来10年在新加坡投资约240亿美元，建设先进晶圆制造设施。规模有多大？70万平方英尺洁净室空间。新加坡第一座双层晶圆厂，2028年下半年开始出货，预计新增约1600个岗位。而且这座新厂将和新加坡的 HBM 先进封装设施协同，从制造到封装在同一个基地完成。240亿美元，这是重仓。问题来了，全球这么多国家都在抢芯片投资，为什么是新加坡？在 AI 引发的全球供需危机下，新加坡科技凭什么成为关键基地？ AI 又到底是怎么把存储芯片推向紧缺的？很多人以为 AI 缺的是 GPU，其实不完全对。AI 服务器的核心结构是2样东西，算力加存储。GPU 负责计算，但数据必须不断被读取、写入、缓存。模型越大，参数越多，数据吞吐量越高。问题来了，当 AI 模型从几十亿参数扩展到上百亿、上千亿参数，对高速内存的需求是指数级上升。这时候 HBM 高带宽内存就变成了关键资源。它不是普通内存，它是专门为高性能计算设计的，速度快，功耗低，带宽极高。IEEE 的行业分析已经指出， AI 数据中心对 HBM 和高端 DRAM 的需求正在飙升，而供给扩张速度远远跟不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订单暴涨，产能来不及建。芯片工厂不是3个月就能建好的，一座先进晶圆厂从开工到量产往往需要3到5年，这就是结构性矛盾。更直接的信号来自企业本身。路透社报道，美光已经决定逐步退出部分消费级内存业务，把资源集中投向 AI 相关产品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产能真的不够。当资源有限时，企业优先保障利润更高、战略意义更大的 AI 客户。结果就是消费级产品供应被压缩，高端产品依然紧张。这就是典型的供需失衡。而且这不是短期现象， AI 基础设施建设才刚刚开始，数据中心还在全球扩张，所以美光才会在全球同步扩产。在美国布局超大规模项目，在新加坡追加240亿美元，不是因为现在赚钱，而是因为如果不提前扩产，未来根本没有筹码参与竞争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企业投资新闻，而是 AI 正在重塑存储芯片产业结构。问题就变成了，在这场全球扩产浪潮中，为什么新加坡能成为关键承接点，能接住这240亿美元？全球芯片厂都在扩产，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欧洲都在用补贴抢项目。那为什么美光把关键存储产能继续压在新加坡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新加坡本来就在核心位置。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数据，全球每10颗芯片就有1颗来自新加坡，不是封装，不是边角料，是完整制造能力。而且新加坡大约占全球半导体设备产量的2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里不只是有工厂，而是有设备供应商、材料商、工程体系。半导体产业在新加坡占 GDP 接近6%，从业人员超过3.5万人，这叫产业厚度。企业最怕什么？最怕的是孤岛工厂，建一个厂，但周围没有供应链支撑。新加坡不是这样，在这里，晶圆制造、封装、测试设备、维护自动化系统工程人才都已经成熟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不是单点扩张，新建的晶圆厂会和已经开建的 HBM 先进封装设施形成协同，制造在这里，封装在这里，测试也在这里。这意味着新加坡正在形成更完整的 AI 存储芯片生态。再加一个关键因素，新加坡政府在2025到2030年之间追加超过10亿新元投入国家级 AI 研发计划，研发在升级，制造在升级，封装在升级，政策在跟进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。企业投资不是孤立行为，而是和国家战略方向高度对齐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笔240亿美元的运气投资，而是新加坡科技多年布局的结果。但事情还没结束，真正关键的问题是，这240亿美元会改变什么？很多人看到240亿美元，第一反应是又一个工厂。但如果你只看到工厂，那就低估了这件事。这座新厂有3个关键点。第一，它是新加坡第一座双层结构晶圆厂。双层设计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有限土地上实现更高密度、更高自动化的先进制造能力。最终洁净室空间将达到约70万平方英尺，这是先进存储制造级别的配置。第二，它不是孤立存在，它会和新加坡正在建设中的 HBM 先进封装设施协同，时间线也很关键。HBM 封装设施预计2026年开始运营，2027年起对全球供应产生实质贡献。新晶圆厂则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出货。你看到这个节奏了吗？封装能力先升级，制造能力随后补齐，这是系统布局。从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在同一基地完成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新加坡在全球高端存储芯片供应链中的角色，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关键节点。第三，人才结构会变。这次扩产预计带来约1600个直接岗位，但真正重要的不是数量，而是类型。高度自动化、机器人参与、数据驱动管理、工程密集型岗位，这不是传统制造，这是先进制造。而且别忘了，半导体产业已经占新加坡 GDP 接近6%。当240亿美元进一步加码，新加坡科技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中的权重会更重。这笔投资不是短期套利，芯片工厂是20年以上的资产，企业不会轻易移动。当美光在美国推进超大型扩产项目的同时，仍然选择在新加坡重仓，这说明这里是稳定节点，是长期节点。所以真正改变的不是产能规模，而是新加坡在全球 AI 时代产业地图上的位置。问题就来了，这对普通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讲了这么多全球供需，讲了这么多产业布局，你可能会问一句，那这240亿美元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关系比你想象的大。第一，直接就业。这座新晶圆厂预计新增约1600个岗位，但注意，这只是直接岗位。在半导体产业里，每一个先进制造岗位都会带动上下游、设备维护、自动化系统、材料供应、物流支持、工程咨询，这是一整条链条。而且新加坡本来就有超过3.5万人在半导体行业工作。当产业在升级，机会不会只停留在工厂。第二，薪资结构变化。先进晶圆制造不是低技能流水线，是高自动化、高精度、高技术含量。你会看到更多工艺工程师、设备工程师、数据分析师、AI 自动化专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制造业的竞争不再是体力，而是技能。第三，长期稳定性。芯片工厂不是短期项目，从建设到量产再到成熟运作，周期通常是20年级别。当企业愿意投入240亿美元，说明他看重的是长期。这对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，意味着产业稳定性增强。第四，生态效应。当制造和封装能力集中在一个基地，上下游企业会被吸引进来，研发机构会加强合作，高校会增加相关课程，政府已经追加超过10亿新元支持国家级 AI 研发。这说明产业升级不是口号，是系统推进。
对年轻人来说，未来10年，科技和高端制造可能是最确定的方向之一。对已经在职场的人来说，技能升级可能会变得更重要。对企业来说，配套机会会增加。所以这不是一条远在硅谷的新闻，这是发生在本地的结构变化。当 AI 成为全球新基础设施，存储芯片就是底层支撑，而新加坡科技正在站在这个关键节点上。如果我们把今天的逻辑串起来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AI 爆发带来存储芯片供需失衡，全球厂商必须提前扩产。扩产不是随便找地方建厂，企业会问3个问题：这里有没有成熟产业？这里有没有完整供应链？这里有没有长期稳定性？当答案都是有，资本才会落地。240亿美元不是新闻标题，它代表的是在 AI 成为全球新基础设施的时代，新加坡科技正在成为关键节点。而关键节点的意义是什么？不是规模最大，而是不可替代。未来10年 ，AI 会继续扩张，数据中心会继续建设，高端存储需求不会消失。问题不再是 AI 会不会发展，而是谁能在这条供应链里站住核心位置。现在看来，新加坡已经站上桌面，但机会和挑战永远并存。产业升级意味着竞争升级，岗位增加意味着技能门槛提高。这不是轻松红利，而是长期赛道。所以我想问你，你觉得新加坡会成为亚洲 AI 芯片核心基地吗？未来10年，你会考虑往科技或先进制造转型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想继续了解新加坡科技的深层趋势，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。